我叶家非蕴含魂血者不得继承，魂血血脉3年之后将带我叶氏入仙门修行，滴血。叶浩哥哥，雨薇相信你就是叶氏之主。大长老，请鉴定。回原归本，大长老，结果如何？浩儿、修儿，谁的血脉蕴含我叶氏魂血呢？叶修少爷血脉纯正，魂血充沛，有返祖之相啊！哼，修儿，没想到我当年一时冲动，竟得到了一个蕴含魂血的嫡子。那浩儿呢？家主，叶浩血脉驳杂不堪，非但没有魂血出现，并且他还不是我叶家血脉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大长老错了，肯定错了！爹，我要重新鉴定，我要重新鉴定！长老鉴定，岂会出错？没想到我养了18年，你居然是杂血！杂血！自即日起，剥夺叶浩少主身份，逐出叶家。还有他那个贱人母亲，变为奴隶。我叶战天真正的儿子是叶修，3年后带叶氏入仙门。叶浩哥哥，快吃包子吧。没想到我被赶出叶家，只有你对我不离不弃。我叶浩发誓，只要我叶浩有出头之日，你不管想要什么，哪怕是9天之约、黄泉之花，我照样给你选来。叶浩哥哥，我怎么会问你要那些东西呢？我想要的不过是你的心头血罢了。包子要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傻子，当然是为了你那有魂血的血脉了。是雨薇帮我调换了血瓶，我才有机会拿到你的血脉，入仙门，掌叶家。叶浩哥哥，对不起了，只有用你叶家做垫脚石，我宋家才能成为仙道世家。走。再见了，叶浩哥哥。大道3000，鸿蒙之始，齐秦。鸿蒙殿，我不是死了吗？你留给我的玉佩，难道是玉佩救了我，把我带到这儿来的？ 300万年，有缘人，你终于来了。有缘人？难道这里是传说中的机缘，神仙洞府？入我鸿蒙殿，即为鸿蒙传人，赐汝至宝3件，可夺天地之功，成鸿蒙之主。 至宝3件，鸿蒙之主。
是血脉之力。此为鸿蒙真血，复之可得鸿蒙圣体，领世间诸般体质之上。传闻中的横断万古的鸿蒙圣体，有了它，我被抽离魂血的暗疾不仅可以痊愈，血脉也可以更进一步。此为鸿蒙道祖亲传神劫秘法，大道3000，世间万法皆源于此。修之大成，镇压当世。万法之源的神阶秘法，9道仙门最高秘法不过地阶。这神阶秘法若是传出去，不知道要有多少仙人殒命。我这也算因祸得福。碎了，老仙人，你这不是要讹我吗？第3件至宝，乃是历代鸿蒙至主的镇道之物人皇笔，现于九渊镇压妖尊重楼，待有功成，可亲自取回。妖尊重楼，那可是比肩仙尊的存在啊！算了。要是没有万年的苦修，我只怕连妖尊的一掌都接不下。看来这神器与我无缘啊。鸿蒙府时间流速与外界1年，府内3000年，你尽可放心修炼。世间方1载，府中已1000年。竟然可以控制时间流速，9州大陆实力为尊，只有修之无敌，才可出世，横断万古。鸿蒙圣体，万体之华，我的哀伤不仅痊愈，就连经脉也扩张了100倍不止。难怪拥有神体的妖孽，修为都能突飞猛进。碾压同代天骄，神阶秘法，就让我看看你的威力吧。仙路尽头谁为峰？一剑鸿蒙道成空。鸿蒙传人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竟然是醍醐灌顶之术，看来这鸿蒙道人对我这个传人还是相当重视，这等于将自己毕生的修炼精华烙印于我的脑海之中。弟子叶浩准备好了。仙缘已至，仙门大开。3日后，叶家当与飞仙殿搭银仙台，迎仙人降世，万族天骄皆可入殿测神体，有缘者入仙门得永生。谨遵仙人法旨。此次仙门大会，乃我叶家崛起之际。叶修苦修3年，已将祖血全部炼化，觉醒神体异象。只要叶修得仙门垂青，我叶家可晋升仙门之道。竟能觉醒神体异象，叶修不愧是我叶家的麒麟儿啊！承蒙各位祖老太，叶修定当竭尽全力，不负所托。仙门大开，叶家的仙门大会开启了。看来我已经修行9000年了，大道3000，尽在一念之间，凌驾诸天万道之上。3000大道于一身，大善可愿已了。人皇笔即将出世，均可自取。去也，去也。恭送师傅。人皇笔出，仙门大开，叶修、宋雨薇夺血之仇，如母之恨，当一并算之。诸位家主，诸位天骄，
承仙门不弃，我叶家奉仙人法旨，主持此次仙门大会，望诸位同心协力，助我叶氏。叶家此次得仙门垂青，是不是因为叶家出了天骄般的人物，被仙门看中？我儿叶修有大帝之资，被仙门看中。此次仙门大会以后，我叶家便会晋升仙门世家。修儿，还不见过诸位叔伯？叶修见过各位前辈。早就听说叶家新少主是觉醒了祖血的天骄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呐！我已决定，我修儿自仙门归来之日，便是继任家主之时。叶家有齿麒麟儿，真是令人羡慕。我等恭喜叶家主了。恭喜叶家主！叶伯伯，吉时就要到了，是时候迎接仙人祖师的降临。不错，吉时将至，诸位随我会迎仙门祖师吧。叶氏家主叶战天，恭请仙门祖师降临。恭请仙门祖师降临！恭请仙门祖师降临！仙人降临了！恭迎仙人！恭迎仙人！恭迎仙人！叶修、宋雨薇冒犯仙人，即刻打入轮回。畜生道子！叶修为猪，宋雨薇为鸡，万世轮回，不得为人。什么？叶浩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叶浩，你个杂血废物，竟然还没死！叶浩，杂血，大仙，你真该死呀！假冒仙门仙人，罪该万死！你要害死我们叶家呀！杂血，假冒仙人，罪该万死，好大的罪名！这几个罪名，说的是叶修、宋雨薇这两个盗取我叶氏魂血之人的吧？我滚下来！这个孽障，居然敢坐在仙门祖师的位置上！这个畜生，畜生啊！你若得罪了仙门老祖，这天上地下谁也救不了你！天地轮流坐，明年到我家，天地的位子我都是想坐就坐，何况一个区区的仙人？叶浩，放肆！你不就是嫉妒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吗？才诬陷我窃取了你的叶氏魂血。我告诉你，拥有叶氏魂血的人，从始至终都只是我。叶浩，你妄想辱及仙门祖师，好引来祖师发怒，然后你好与叶家同归于尽是吗？你休想！仙门祖师法目如电，不会得逞。窃人血脉，这可是有违天道之举。叶浩，你若真有冤屈，不妨下来登仙人祖师公道，千万不可辱及仙人祖师的位置啊！公道，我要的公道，叶战天他给不了，仙人也给不了，只有我自己才能给我自己公道。耻辱！莫大的耻辱！这个杂血废物，有什么资格能到这一个仙殿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障？你给我上来！要不然别怪我亲手把你打个粉碎！耻辱！你可曾想过我是遭人陷害？你可曾想过，你一时冲动得来的叶萧，才是图谋你叶家的真凶？你胡说！血脉鉴定乃是大长老亲自所做。叶修哥哥苦修3年，已觉醒祖血，还修得神体异象。
血脉是假的，身体异象还未有假。叶浩，你扰乱仙门大会，罪不容诛。龙凤引路，仙人降临。叶浩，你再不下来，必将死于藏拳之地。天上仙人3000万，到我跟前尽低头，我就做一次，看你们的仙人能耐如何。恭迎仙人，恭迎仙人，恭迎仙人。免礼。你是何人？见吾等3位仙人，为何不拜？畜生！畜生！仙人当面，你还敢端坐高台？仙人驾到，你敢不跪？是想死吗？叶家主，此是何人呢？我看他毫无修为在身，却端坐在高台之上。难道这是你请他过来羞辱我们仙人的吗？万万不可能！仙人祖师，此子是被我叶家逐出家门的杂仙妻子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得罪仙人，我愿替仙人将他抽筋炼魂，以示惩罚。抽筋炼魂，吾等仙人岂会用如此邪魔手段？小友，念你年少无知，速度下来拜见吾等仙人，恕你无罪。小子，快跪下！仙人一动，谁都救不了你呀！叩拜无罪。好，你们叩拜我一次，我恕尔等仙人有眼无珠之罪。放肆！辱击仙人，当罚！敢让仙人下跪，叶浩，你真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！道友，岂可对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动用仙力？小友，快下来拜见吾等仙人，我恕你无罪。这3位陆地神仙还尚有几分良知。我乃是鸿蒙之主，执掌3000大刀，诸天万界，天地众生，何人能受得了我的一拜？畜生！仙人恕罪，快下来参拜。你们3人只是陆地神仙之境，也敢受我一拜？你可知我若拜天，天则崩；我若拜地，地则裂。你们3人陆地神仙之境受我一拜，怕是要修为尽损，身死道消。姐们儿，我等9位灵士，小友能一眼看出我等是陆地神仙境界，莫非他背后有大能相助不成？各位仙人，他就是被逐出家门的杂血废物而已，背后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大能相助啊？我当你有什么背景？原来只是被逐出家门的废物。见吾等仙人不拜，当受万道雷劫之苦。念你年少，速跪拜，饶你一命。还让我跪？且不说你们3人小小神仙，就算是9道仙门的天尊老祖来了，也受不起我这一拜。狂妄！修自天尊，可寄元神与天道，不死不灭，与世长存。你一个杂血废物，也敢出言不逊，快下拜执法！好，我敢跪，你们3人敢受？你但拜无妨，区一个杂血的废物，毫无修为波动，本尊有什么受不起的？好，一拜，祝3位仙人早登仙路。雷劫！会突然降下雷劫！因果不明，根本推算不出啊！我早说了，你们受不起我这一拜。如今
遭遇雷劫之罚，就怪不得我了。闭嘴！你个下阶修士，你岂能调动雷劫？你就算是跪下，你也受得起。没错，拜。好，如你们所愿。2拜，祝3位新人仙运亨通，寿万年。你这为什么我会感觉到桃心破碎、境界不稳呢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速速调息，莫要多言。怎么回事啊？这3位仙人又受了雷劫，难道真是叶浩搞的鬼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小子就是一个杂学的废物，肯定是3位仙人即将突破，这才引来了雷劫。这都是巧合，赶紧跪下！我只是拜了2拜，他们就受不了了。若是跪下，只怕他们早就荣登极乐。你确定啊？让你跪你就跪！3位仙人这是在突破境界，正在调息，速速下跪认罚，一会儿仙人才有可能饶你。好，3拜，祝3位仙人。不要拜了，不要拜了！求求小友，莫要再拜了。仙人，此子心机叵测，竟趁3位仙人突破之机装神弄鬼，就应当让他跪地谢罪，不必怜惜。3位仙人莫要慌张，我这第3拜，祝3位仙人早登天尊之境。不要再跪了，不要再跪了！我等知错了。 3位仙人有何过错？何须对这杂血废物认错？闭嘴！我等奉仙门法旨，助万族天骄测神体，入仙门壮道门之力，却在这虚理之上做如此纠结，定是如此，惹怒了道祖，才有此惩罚。我们认了。可是，住口！道祖已经降法，尔等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2位道友，同我一同施法，请仙道法器浑元珠降临。好。田园亨利针，离火驾炎轮，天地除万物，一气是化神，请天道自保。混元珠，仙道法器而已，比起人皇比来，差距不以道计。没想到居然要见到传说中能使身体化形的仙道法器混元珠。没错，混元珠可根据血脉强度和修行天赋助人神体化形，同时根据身体的强度灌输灵力，提升修为，乃天地至宝。竟然还能给人灌输灵力，提升修为。若是碰见无敌于世间的神体，这灵力不够用怎么办？笑话！世间神体万千，无非天地人3品，以及最顶级的圣品。这混元珠置于天池之内，吸天地之精华，取日月之灵气，只做神体化形之用。你们区区凡间修士，即便出现顶级的神品神体，又有所号召。无需多言，混元珠现世了。仙道法宝，我居然能亲眼看到此生无憾，此生无憾了！各族天骄，速速上前。我来。下阶的废体无法成形，退下吧。这顾家天骄也是力压同辈，没想到是个下阶的废体，连个化形都做不到。这神体化形太难了，若无绝世之体，怕是只能泯然众人。我来。神体化形了，李家主，你李家后辈不得了啊！这是我李家后辈李长生，平时刻苦修行，
他竟然也能觉醒了身体化形。不错，人体金刚怒目体，虽然对战力提升有限，但是有资格入我仙门，成为外门弟子。多谢仙师。区人品金刚神体罢了。看好了，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天骄。这是天品仙王体，仙王领9天。仙王领9天，叶修哥哥果然是绝世双骄，不像某些只会说大话的废柴。仙王体，看来叶修已经将我的精血全部拿为己有。也罢，待我展露鸿蒙圣体，将你从9天之上打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天品神体，竟然是天品神体！传闻天品神体经脉扩张3倍，修行提升1日千里。叶家、叶少不得了啊！不错，而且神体异象对战斗影响极大。这天品神体异象的血脉样子，怕是令对手未战先怯，立于不败呀！不错不错，此子有仙人之姿，可入我仙门，成为内门弟子。金蝉地死，仙人天资，这如此天赋，日后我叶家必能成为仙道世家，还有仙人坐镇，放眼着九州大陆也能成尊呐！金丹境，这混元珠的灵力灌输竟然能让我突破一境，直达金丹。不错，不愧是天品神体。混元珠根据潜力灌注灵力，你能突破境界，说明你体内的血脉之力浑厚，未来发展不可限量啊！叶浩，看到，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。我终如鸿鹄翱翔9天，譬如匍匐朝生暮死。你窃我真血，得我仙王之体，却也妄想登得9天之上。我曾在破败中崛起，废墟中再烧，你终将被我碾入尘埃。窃取你一个杂血，叶浩，你还真是够自大。今天我便要让你看看，不只是叶修哥哥，你与我也是云泥之别。什么意思？难道宋家宋雨薇也要参与神体测试？这股力量难道又是天品神体？这是万古青天一珠莲，天品青莲神体，如此多的体质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真大师天骄辈出吗？叶浩，你不是自大吗？不是要将我们碾入尘埃吗？今日你可敢测一测你这个杂血的修真体质？杂血，好，那我就测一测自己的体质，让你们看清楚，谁才是杂血。叶浩，你一再辱击我等修行天骄，今日你若是测出杂血，我定将你抽魂炼魄，贬入九幽。拭目以待吧。滚回来！能让你在此观礼，也是对你天大的恩惠。竟然真敢上去测试，你以为这混元珠是什么人都配碰的吗？混元珠亦有灵性，以杂血辱至宝者，必遭反噬。我等仙人大鲁，不与你计较失礼之过。可这混元珠不会，你速速退去，不要自误，丢了性命。杂血，睁大眼睛看清楚。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果然是个杂血的废物，居然没有被反噬。叶浩，你还真是命大，我还真以为你隐藏实力，没想到真是个废物。嘿，快看，混元珠
中有反应了，紫气弥漫，难道他也是仙体？不可能，魂血已定，怎么可能会觉醒身体？三位祖师，外面突然紫气弥漫3万里，整个天空都被紫气给包围了。紫气浩荡3万里，天地将有圣人出，这是万体之王鸿蒙圣体应该有的征兆啊！难道他？紫气浩荡3万里，万体之王，这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？万体之王，怪不得气势这么强，比刚刚叶修的仙王体要强出许多倍啊！鸿蒙圣体，万体之王，这怎么可能？自鸿蒙之主之后3000万年，已再无圣体。这个小子，他的血脉明明是一个杂血凡人，他怎么可能觉醒鸿蒙圣体呢？圣体，万体之王，难道浩儿真的是被冤枉了？这不可能！血脉鉴定是大长老亲自所做，叶浩一定是杂血无疑。对，你们看，混元珠虽然紫气爆发，但是叶浩身后并没有身体化形，他还是一个没有身体的废物。哎，对呀，他为什么没有身体化形呢？这不应该呀！诸位，不要被这个废物诓骗了，他就是个杂血，怎么可能会有身体化形？一定是用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手段，才隐瞒如此一行。世间万般神体，混元珠皆可助其化形，可从来没有遇见过鸿蒙圣体呀！我曾经听祖师说起过，即便是传说中的圣体，也能够映照法相化形。叶浩，还不赶紧滚下来！你竟然用一个假圣体来戏耍各位家主和仙人，你死定了！鸿蒙圣体化形所需的灵力是你仙王体的10000倍。3位仙人，你确定要我化形吗？只怕这混元珠支撑不住啊！大言不惭！就算你是鸿蒙圣体，那也只能强于仙王体10倍、100倍，竟敢说什么10000倍？你只管吸纳，若化不出神形，必将你拿入仙山，囚禁万年。苦吃者无畏，如你们所愿，3000大道，鸿蒙会意，贤！这是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停！别吸了，混元珠要炸了！碎了，真的碎了！混元珠乃至宝，怎么可能轻易碎掉？鸿蒙圣体，万体之王，名不虚传呐！仅仅显出法相，所需灵气就能将仙门的至宝混元珠吸碎，绝对不可能！一个杂血的废物怎么可能会觉醒什么圣体？一定是假象，是幻觉！叶浩，还不赶紧滚出来！没错，混元珠碎裂，我等并未感受到圣体的威压，一定是他化形失败了。叶浩，你还躲在那白雾里干什么呢？赶快滚出来受死！仙人在上，叶浩用7天之术蒙骗众人，戏耍仙人，还请仙人降下9天神雷，将其化为飞灰。蒙骗戏耍，你们也配？怎么回事？这个威压，我的身体怎么显形了？我的身体也显形了，我的身体也化形了。传闻身体遇到生死危机之时会自动现形，难道叶浩的威压让3位天骄的神体感受到了死亡的压力？我那金丹修士以后就算是觉醒了圣体，也不过是一个凡人。凭什么他能让我感受到生死危机？因为你太弱了。哎呦，这法相错了！紫气浩荡3万里，鸿蒙护体绕周身，这真的是鸿蒙圣体呀！鸿蒙圣体的气息，
鸿蒙传人，给我死！之体，万体之王，今生得见，不胜荣幸，不枉此生啊！不可能！他们血已丢，血脉尽废，怎么可能会绝成圣体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！魂血已丢，我才悟得生死之道；血脉尽废，我才方有今日烈火重生。叶修、宋雨薇，今日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找的。自找的？叶浩，你从始至终都只是被我踩在脚下的垃圾，你不可能崛起！什么狗屁鸿蒙圣体，我不信！看我先王降世，斩了你这废物！怎么可能这么强？这可是神品的仙王体，居然连叶浩一掌都接不住。我说过，你们的神体是废物，现在可服啊！我说过，要将你们撵入尘埃，现在可惜。叶浩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我二人都是绝对天骄，若是我们联手，又何必怕你？我只是略微出手，便已到达你们的极限，你们拿什么好争啊？略微出手，一掌打碎仙王体，两步逼退众天骄，鸿蒙圣体，恐不如是。看来叶浩可救了柳家与水火。叶浩，休要猖狂！我和雨薇已入仙门，难道还想当着仙人的面诛杀我等不成？杀了你，又如何？叶浩小友，莫要冲动，不乃鸿蒙圣体，何必和他二人一般见识？青城仙人的意思是，仙路漫漫，你等结为同代天骄，理应相互扶持，共登仙路。你二人速速与叶浩小友道歉。道歉？青城仙人想的未免太简单了吧？此二人夺我魂血，险些让我身死，害得我母亲被贬为奴，受尽屈辱，如此深仇大恨，可不是一句道歉能免的。你休要血口喷人！你若是血脉被夺，又如何能够觉醒鸿蒙圣体？我看当年血脉测试根本就没错，你并非叶家血脉，你就是你母亲和别人苟且生下的杂种！找死！叶浩，住手！你到底要如何才能与他二位化干戈为玉帛呀？简单，让他们二人下跪叩首，向我认错。下跪叩首？我有仙王之姿，让我向你这个杂血的杂种下跪，你也配？仙王之姿，叶兄、宋雨薇，今日你们的骄傲、你们的脸面，全部碾碎！跪！叶浩，要我用身体换我修行根基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势不两立，你配吗？叩首！叶浩，今日之辱，来世必报。废话真多。靠！叶浩小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今日之事，结果如何？不如何？他二人已然叩首认错，你还想怎样？叩首认错，心不甘情不愿也算认错。我看这二人恨不得食我肉，吮我骨吧。叶浩，此二人乃是仙门弟子，这功过赏罚自有仙门规矩。我们念在你是鸿蒙圣体的份上，已经给足了你面子，切莫自误。没错，叶浩，鸿蒙圣体资质修炼万里无一，你若能入我仙门，必当成为老祖的亲传弟子，未来代掌仙门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切不可为了这些小事断送了你修行之路。我做亲传弟子，我有先王之资，也才成为了内门弟子。叶浩竟然有如此机缘，我仙门老祖天资修为，有他指点，叶浩未来必定能成为一方巨擘。叶浩，你可愿意入我仙门，成为亲传弟子，踏仙路，向长生？我叶浩不愿意。不愿意？叶浩，你拒绝了仙门的邀请，拒绝了长生之路。叶浩，你可知道在说什么？能成为天尊的亲传弟子，那是你几世才修来的福分，你还敢拒绝？叶浩，觉醒神体只是仙路修行的第一步。你虽天资万古无一，但若是没有大能指引，你想要入仙路得永生，难如登天。入我仙门是你唯一的选择。唯一选择？我若是不选呢？不入仙门，便非我仙门弟子。你毁坏浑元珠在先，如我仙门弟子在后。今日若不将你擒回严加看管，我仙门威严何在？仙门威严，不过是你仙门的遮羞布罢了。连叶修、宋雨薇这样的修行败类都能入你仙门，看来仙门也非人间净土，也有藏污纳垢啊！叶浩，你辱及仙门，罪不可赦。今日我要将你擒回，好好反省。真仙法相，真仙法相，真仙法相。仙人一怒，血流万里。你竟然敢惹怒真仙，完蛋了！清朝，何至于此啊？他敢收了神通！哼，无知小儿，屡屡冒犯我等仙人威严。今日我定要让他尝尝搓皮削骨的滋味。叶浩，去死吧！这怎么回事？仙人的法相怎么散了？难道说仙人有了惜才之心？仙师，叶浩辱及仙门目无仙长，还毁了弟子的修炼根基，还请仙师为我做主。此子一语，便能坏我法相，怎么可能啊？仙人之威不过如此。青城仙人，就这点能耐？叶浩，我念你修行不义，不欠饶你一命，你莫要张狂。此子有古怪，还是速速返回仙门，请老祖定夺。叶修，尔等三人随我回仙门，洗精法髓，踏入仙路，得永生之法。叶浩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今天错过了多大的机缘。待我修成归来之时，必定将你错误圆回。三位仙人，这二人只怕是你带不走。叶浩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们二人现在可是仙门弟子，难不成你还想赶尽杀绝？叶浩，他二人已经叩首认错，你还要如何呀？叩首只是利息，我的血脉之力，他们还没还呢。取人血脉如断人根基，恕此而赶。血脉牵引，万脉归根。血脉牵引，万脉归根。回！不，秀儿，这是我的血脉，我才是天骄。血脉归根之术，这叶修身上的血，真是欠了叶浩的。血脉归根，难道当年真的冤枉浩儿了？庶子，
敢毁我仙门弟子根基，找死！这根基本就因我而生，身体因我而出，此子夺我机缘，害我性命，现在反倒成我毁他根基。青城道人，你眼睛瞎了吧？你夺你血脉又能怎样？那叶修以为我仙门弟子，受我仙门庇佑，你觉醒生体，何至于再毁其根基？是非不辨，黑白不分。青城道人，你就不怕天罚吗？叶浩，我本有惜才之心，怎奈你蛇蝎心肠，夺人血脉，毁我仙门根基。我必杀你，以振我仙门之威。3000大道绕周身，雷池化电成天人。恭送青城归西。哎呦！雷池之怒，天罚，怎么可能？叶浩，你胆敢弑仙！祖师，外面突然一风大作，魔气弥漫，只有不祥之兆。你我速速回仙门禀报。可他是杀了青城道友啊！此子定是有异宝傍身，才有如此手段。你我一时也拿不得他，还是回去请老祖定夺。哎，等等，仙人，那我们3个……叶修虽然根基尽毁，但也是一个仙品神体的苗子，那就一起带回去。这魔渊异动，吾等也去看看。魔气之中有人皇笔的吸血，时机未到，魔尊未出，人皇笔咋出事了？叶浩小友请留步，请救救我家家主。柳家家主，半步天尊。没错，请叶浩小友救我老主一命。哎，柳长老，您找错人了。柳家家主乃是半步天尊的修为，又岂是我一个小小修士能救的？我家老主之症，这世上只有叶浩小友的鸿蒙之体能救。若叶浩小友能肯出手，我柳家便尊你为少主，祝您登临仙路，正道鸿蒙。柳长老，鸿蒙至宝人皇笔在镇魔渊镇守魔尊，如今这魔渊异动，我必须亲自得去看看。柳家主之事，日后再议。无妨，镇魔渊事关天下昌盛，我这就回去禀报家主，请他随您一同前往。人皇笔，镇魔渊，魔尊，柳家主，有意思。成了，成了！集天下众生之力，人皇笔终于要现世了！恭喜仙人喜得至宝！空头，人皇笔镇压魔尊，此番提前出世，是否不妥？无妨。此次老祖有感，镇魔渊异动，乃是人皇笔镇杀魔尊即将出世的征兆。纵使那魔尊他侥幸未死，被封印万年，早已是风中残烛。我等仙人传旨可灭，无需担心。既然如此，你我速速拿下人皇笔，回去复命，免得多生事端。哎，不急，这人皇笔有鸿蒙道人设计的鸿蒙大阵守护，非有缘之人不可取啊！众弟子听令，人皇笔乃是天大的机缘，可有人愿意一试啊？弟子萧燕受仙门恩惠，已达元婴之境，想为仙门取收人皇笔，为天尊分忧，为仙门出力。好，不错，敢为人先。切记，这至宝有灵，常人10步之内便会受到天地威压，化为齑粉。筑基可入9步，金丹可入8步，元婴可入7步，化神可入6步。像我等陆地神仙，也只能
止步于3步之外。你若是有缘之人，自然无忧。好，去吧。我看他并非有缘之人，让他去，只怕是送死。叶浩，你谋害仙人罪不可恕，竟然还敢来寻死！叶兄，你侥幸未死，就应该学会夹着尾巴做人。你我因果已了，我此番来只为人皇笔。可笑，一个刚刚觉醒神体的废物，也敢来谋取人皇笔？我若不来，尔等放出魔孙，将引来滔天大祸。庶子狂妄！人皇笔乃人间至宝，你一个未入仙门的野修，也配玷污神器？大长老，饭可以乱吃，屁不能乱放啊！这人皇笔本就是我鸿蒙一脉传承之物，何谈玷污啊？我出言阻止，也只是为了萧炎道友好，别机缘未至，反倒丢了性。无知！萧炎哥哥可是仙门的天才，修行100载便已到元婴期，只差1步便可化神。他若非有缘之人，难不成是你吗？真是可笑！修行100载才达元婴之境。空瞳，你这仙门还真是越来越废物。柳家的半步天尊，他要保叶浩啊！叶浩小友，这人皇笔虽是鸿蒙一脉的传承，但是你年纪尚小，把握不住，就留在我们仙门最为合适。柳家主，你说呢？他就是柳家家主，半步天尊。无妨，我只是来看个热闹，你们随意。柳家的半步天尊，这下麻烦了。既然如此，两位在一旁观礼，切莫耽误了时辰。良言难劝该死鬼啊！既然你们执意寻死，那便开始吧。无知小子，我这就去取出人皇笔，让你知道何谓天骄。萧炎灵力浑厚，10步毫无压力。已是7步之距了，若他能再踏入1步，那他便是这天选的有缘之人啊！可惜这一步他迈不出去。闭嘴！等我取来人皇笔，定要撕烂你的嘴！我劝你还是不要走，这一步迈出去，轻则筋断骨折，重则100年修为毁于一旦，实在可惜啊！闭嘴！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！我就是天命！踏进去了，萧炎师兄果真是有缘之人。怎么会这样？萧炎师兄刚刚明明已经踏进去了呀！强弩之末，逞能罢了。世上消失万千，真当自己是主角了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元婴止步于7步，此乃鸿门大阵的规则。看来萧炎并非有缘之人。还有谁愿意一试啊？弟子愿意一试。物以类聚，你们都非有缘之人。强行上前只是逞能罢了，无人能靠近人皇笔3步之内。叶浩，你未入仙门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大的机遇。7步，长生入仙门不过数，就已能入7步之内了。这怎么会？我来！我来！我来！
看来这小辈弟子并无有缘之人呐，还得你我出力啊！弟子叶修愿意一试。我说过，你们都非有缘之人。叶修，你也不行。叶浩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生死之间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强大超乎你的想象。叶修，既然你愿一试，那就去吧。记得，切莫逞强。是。一步元婴，这怎么可能？血众生出，竟有如此修为，这真是天助我叶家呀！叶修的修为怎么会提升如此快？你这弟弟有古怪啊！六步，叶修竟然有如此天赋，难道说在生死之间得到了天地的眷顾？他就是人皇比的有缘之人。叶浩，待我取下人皇笔，定将你灰飞烟灭，让你再尝尝血脉尽碎的滋味。这叶修的真气有古怪，凭我的修为，竟然一点都看不到。这不是真气，是魔气。只怕叶修以身入魔，所以才会进步如此神速。叶修，你气先从魔，必遭天谴。早日回头，方有一线生机啊！什么？你敢说我们家修儿是魔修？叶浩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魔尊早已被人皇比治杀，世上何来魔修？我看你就是嫉妒叶修的机缘，信口污蔑。若非魔修，叶修进步怎会如此神速？尔等都是九州修士，除魔未到，难道都是睁眼瞎吗？闭嘴！叶修乃是我仙门弟子，怎会入魔？叶浩，我忍你很久了，莫要以为你有诛仙手段，杀你不得！是人是魔，你自己看。人皇笔，魔修已现，速速诛杀！人皇笔显灵，难道这叶修真与魔道有染？不可能！叶修要是入魔，这老祖他怎会不知啊？定是人皇笔感觉到有缘之人的靠近，他就是天选之人呐！没错，修儿定是天选之人，人皇笔之主。叶修，现在回头还有一线生机，否则你必死无疑。叶浩，你就看好了，待我取下人皇笔之时，就是你人头落地之时。魔道、仙道，只要能助我登顶巅峰，管他何道！哎呀，5步了，5步了！叶修就是有缘之人，我仙门大兴啊！修儿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化为飞灰，怎么会？寻常弟子也只是被击退而已，难道叶修真的是魔修？人皇笔乃是仙道至宝，怀仁善之心，仙界修士绝无灭杀之理。难道说这九州之内真的有魔修重现？修儿，定是你使用了什么手段？我们修儿怎么可能会是魔修？你让我们修儿灰飞烟灭，我要了你的命！大长老得罪了。先饶我！我其附体，这叶家并非魔道家族，难道说人皇笔是别有误？人皇笔被封万年，或许真的有问题。你我二人还是速速联手取回人皇笔，免得多生事端。走。二位仙人且慢，若想取回人皇笔，非我不可。你们二人就不要白费力气了。叶浩，你真是太狂妄了！仙人的手段，其实你能理解的啊！你连仙人的手段都质疑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叶浩小友，你修行不过数十年，怎能看出
叶修的魔道根基，此事十分可疑。待我等取回人皇笔，你随我到仙门一叙。不愧是仙门道长，修为深厚，轻易就入了神器武物之内。叶浩，你看见了吧？这就是仙人手段。就算你有一宝半分，在真正的实力面前不值一提。四步了！仙人手段果然是非常人所及呀！三步之距，3步了，再进一步，即可取回人皇笔，壮天道之力，扬仙门之威呀！二位仙人根基深厚，但也只能止步于此吧。强行踏入3步之内，只怕会道心破碎，境界跌落。年龄不大，见识倒是不小。你既然对这人皇笔如此感兴趣，我若是帮你取来，你可愿帮我治疗暗疾？人皇笔只能我亲自去取，哪怕你半步天尊也不行。嘴硬。天母，你我受仙门恩惠，此次定要为仙门取回人皇笔，替老祖分忧。老祖对我有再造之恩，纵使九死，其犹未悔。斗母真气，重重神掌。今取人皇笔，壮仙门威呀！三步之内了，3步之内了，人皇笔回归有望了！看，人皇笔已经开始震动，已有则主的迹象啦！强行踏步，真气不稳，人皇笔威压一线，这二位连3息都撑不住。3、2。谢谢！哎呀，竟然连2位仙人都无法取出人皇笔！可恶，只差1步便可抢夺人皇笔。你我2人合力都取不出人皇笔，那他为何要提前出世呢？既不择主，又为何弄出如此动静，让我等徒增笑柄啊！机缘未知，不必强求。看来只有请得老祖下界，才能取回人皇笔，重振仙门之威啊！你2人不行，仙门老祖更不行。天上地下，宇宙洪荒，人皇笔只有1人能取，那便是我叶浩，我才是人皇笔的天选之人。叶浩，你不撑腰能死吗？就算你是鸿蒙圣体，能得至宝亲近，但是修为不行，恐怕你连人皇笔的毛都碰不到。叶浩，你干什么？未经仙人允许，随意接近至宝，你不想活了吗？叶浩，你只需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便会亲自帮你把这神笔取来。你修行时日尚短，若是靠近神笔，与送死无异。叶浩，你听见了吧？半步天尊的强者都说了，接近神笔就是死亡。我看你是牛皮吹破了天，现在下不了台了吧？叶浩，你去啊！你今天要是取不到这神笔，你就不是个男人。闭嘴！叶浩，你快回来，切莫冲动。这人皇笔的至宝威压不是你能承受得起的，我这就去帮你取。不，我说了，人皇笔只有我能取，你帮不了。10步之距，你超越寻常人，难道叶浩真的是天选有缘之人？今日我便让你们看看，这镇魔约因谁而动，人皇笔为谁而出。笑话！这魔渊因魔尊灭亡而动，而这人皇笔
只因仙人带领我等齐刀而出，人尽皆知，还用得着你说吗？我尊未灭，尔等强行唤出人皇笔，我若非禁止，早已化成枯骨。叶浩，多说无益，有种你就亲自取笔。站着半天不动，我看不会是天地威压压得腿软了吧？哦，原来是在强撑着，就这废话还这么多。叶浩，你快退出来！你要是进去了，便会遭到天尊级的威压，必死无疑。叶浩，10步已经是你的极限了吧？别再装了，赶紧滚回来！9步之距，他居然有了筑基境的修为。8步之距，引丹修士叶浩小友，修行不易。你未入仙门，已经达到了金丹之境，这已经是个奇迹了。切莫逞强，速速退回来吧。7步了，他未入仙门，怎么会有元婴的修为啊？叶浩，你有此天资，将来必成天尊，速速退下，切莫逞强，误了性命。叶浩，你快退回来！你已经向大家证明了你的天赋，这已经足够了。够了，还差得远呢。连上4步，还有3步，这3步可是仙人才能达到的距离呀！难道叶浩他是仙人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叶浩才20多岁，你没有听说过20多岁的仙人吗？无仙人修为却能入3步之距，难道这叶浩真的是人皇比的天选之人？叶浩竟有如此机缘，年纪轻轻就可匹敌仙人强者，好啊！叶浩真的是天选之人，这一下人皇比出师有望了。哼，仙师，切莫被这小子给骗了。叶浩，你的把戏我已经看穿了。雨薇，我知道你与叶浩这小友有些恩怨，可人皇比事关重大，切莫乱讲。若非天选之人，那叶浩为何能走入这3步之距？天母仙人，你可千万不要忘了，他叶浩身怀异宝，可杀仙人。你是说叶浩能走进3步之距，有异宝庇佑？没错，叶浩，你现在已经汗流浃背了吧？你若是再敢往前走1步，便会引来人皇比异动，瞬间原形毕露，化为齑粉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雨薇果然聪慧，叶浩，你这点小把戏还是被我们给看穿了啊！雨薇妹妹，上次仙门大会饶你一命，本以为你会长些记性，没想到还是如此天真啊！叶浩，多说无益，有本事你就再往前走1步。我不相信一个废物还真能得到神器的认可。叶浩，冷静，3步之内的威压你承受不住。柳家主，不用担心，人皇比今日我非打不可。踏入了，真的踏入3步之内了。叶浩他真的做到了。鸿蒙之主归来，人皇比还不认主？认主？哈哈哈！叶浩，我看你是失心疯了吧？
能拿到人皇笔已经是天大的机缘，你居然还妄想着让神器认主！叶浩小友，速速将人皇笔取回！这神器有灵，想让他认主，你把握不住啊！若不认主，我取这人皇笔又有何用？自然是交给我们仙门来保管。至于你取宝有功，我仙门必有重赏。只要叶浩取出人皇笔，我便可放出魔尊。叶浩，你终究要跪在我的脚下求饶。叶浩，你就别再白日做梦了。神器认主，就你也配？赶快取回神器，交与仙门。无知！人皇笔听令，鸿蒙之主在此，还不认主？拜见鸿蒙之主！拜见鸿蒙之主！拜见鸿蒙之主！神奇绕体300奇身，人皇笔怎会认主？这怎么可能啊！叶浩不过是身靠异宝的废物，他竟然会被人皇笔认主！神器认主，鸿蒙之体，叶浩，难道真的是天命之子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不相信一个修为低下的废物，竟真能得到神器的认可。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人皇笔除了我，无人可用，无人可用。神器认主，天命之子，你到底是谁？我，鸿蒙之主，天地之尊，叶浩。天地之尊？哼，就你也配称尊？你修行不过20余年，能有多少修为？就算你拿到了人皇笔，又能如何？没错，这皮肤无罪，怀璧其罪啊！人皇笔乃是天道神器，需要有极大的灵力才能够驾驭。纵使认你为主，你也把握不住啊！没错，叶浩，将人皇笔交于仙门代管，你可入仙门修行，待你突破仙人之境，一定归还给你。一定归还？怕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吧？叶浩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竟敢辱没仙门？辱没又如何？怎么，你仙门还打算明抢不成？刘汝言，纵使你半个天尊，我仙门也不一定拒了你，非要不死不休啊！柳家主，莫要着急，吾等是怕人皇笔落入叶浩手中，好比那明珠蒙尘，无法造福三界呀。信口雌黄，巧取豪夺，难道这就是仙门的作风吗？叶浩，两位仙师只是怕你辱没了宝贝而已。纵使你得到了人皇笔，又不会使用，还不如赠与仙门，也好得一段善缘。好一段善缘啊！谁说这人皇笔我用不了的？纵使你资质通天，20多年的修为，又有多少灵力能够你挥霍的？我劝你认清现实。没错，叶浩小友，我代表仙门向你承诺，待你能够驾驭人皇笔之时，一定归还于你。那你们便看好啊！我本逍遥自在仙，直续成龙，楚修仙。哎呀！胭脂法水，妙笔成针，这真是神仙手段呐！叶浩真的有使用人皇笔的灵力？怎么可能？他究竟是什么修为？难道叶浩真有仙人般浑厚的法力？他不过20余岁，怎么可能啊？不可能，一定是巧合。竟是我家老祖看我们久久未归，派真龙过来查看。对，这一定是个巧合。空洞仙人，你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啊！那你看看，这个可曾是你老祖派下来的？八方该地泽，
微风呼来逼，像是烛光动，迎风催是。这父皇，你怎么如此明亮，我竟无法直视。地心玄凤，这是神兽，它居然能一笔画出化虚为实。啊，这连神兽也能画出！红头仙人，再看九天风雷变，八荒风云间，云间。开天换地，呼雷唤雨，这人皇笔竟有如此妙用！够了，够了！1号小友，我相信你能用人皇笔了，快收了神图吧！收。 1号小友年纪轻轻就能够使用人皇笔，看来真是天命之人呐！不过这人皇笔，今日我仙门是势在必得，还请小友见谅。怎么，红瞳仙人这是要强取啊？1号小友，我愿意用功法至宝来交换你的人皇笔，不知你可愿意？红瞳仙人，何等至宝？ 能比得上人皇笔啊！此乃我家老祖亲手所制七星神剑，无坚不摧，可号令风雷之力。金丹修为便可催动，就是斩落化神修士也不在话下。空头仙人，你凭一把破剑就想换得我这人皇笔，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吧？这宝物不在贵，而在于合适。 你手握神皇笔，只能够挥毫作乐；若你有了此剑，便可斩妖除魔，无往不利呀！空头，你仙门真是连脸都不要了，区区一把破剑，还妄想换得人皇笔，吹得天花乱坠，真是恬不知耻。哼，我辈修士最重要的就是有一把镇守的兵器，此剑在1号小友手里，定能够大放异彩呀！空头仙人。 我给你个面子，若你这神剑真是至宝，我拿人皇笔与你交换，又如何？1号，人皇笔乃是天地至宝，你与他交换必是吃亏，何必如此呢？无妨，我要让他彻底死了对人皇笔的心，要不一直纠缠下去，烦不胜烦。空头仙人，你这神剑若是能抵挡住我人皇笔一击不碎，我与你交换如何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别说是一击。 就是10击100击，又有何妨啊？这七星宝剑那是用天外寒铁所铸，我家老祖用了7期49个甲子炼制而成。你若能击断，我却不信。红瞳仙人，接招吧！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庶子还是年轻的。 你这化虚为实的手段对此剑无用。来，把人皇笔拿过来。1号，你太冲动了。别急，让金光飞一会儿。3、2， 1号，你想反悔不成？1。碎了，真的碎了！仙门老祖炼制的宝物，竟然被1号一击而碎。 这人皇笔简直太神奇了！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，竟然能轻易击碎天尊炼制的宝贝！不可能！这七星宝剑那是我家老祖亲自炼制的法器，怎么连一击都撑不住啊！红瞳仙人，我说过，你这七星宝剑就是破铜烂铁，你还不信？现在无话可说了吧？不对。 定是刚刚引动众生之力，召唤人皇笔出世，使得七星宝剑灵气不足，才会这么容易被击碎。我不服！好，红瞳仙人，若是你有任何宝物能抵挡住我人皇笔一击，我便将人皇笔给你，如何？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此盾明月玄物。 乃是我家老祖正道天尊之时，集天地众生之愿力铸造而成，受天雷而无损，入地火
无缺，乃是1等1的防御神器。哼，你若能一击而破，我便服你。你们太过分了，竟然拿出此等防御利器！莫说是他叶浩，就算是我全力一击，也无法将其击碎吧？兵不厌诈，叶浩可没说不能用防御类的法宝来交换吧？好，空洞仙人，仅凭一面盾牌就想赢我，简直是做梦！能挡天尊强者一击的盾牌也击碎了。这叶浩堪比天尊，不，他比天尊还强。比天尊还强？叶浩拥有此宝，天下还有谁能可挡？这绝对不是神器护主该有的威力。难道叶浩真的能激发人皇笔的威能？这不可能啊！碎了！连玄武盾都抵抗不住一击，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强？堂堂仙门都是破烂啊！我随便一提便化为废土，也被称为宝物。唉，神器认主，天命所归。难道我仙门真的与人皇笔无缘了吗？既然是天命，那非你我所立之能及的。空瞳，还是罢了吧。不行，叶浩若得人皇笔，配合鸿蒙圣体，修为提升定然一日千里，绝对是我宋家未来的阻碍。既然如此，先师且慢，他叶浩有何能耐，能驾驭人皇笔？不过是仗着体质特殊，才一时蒙蔽了人皇笔的神识。仙师莫要忘了，我仙门也有一件宝物，并且与鸿蒙道人密切相关。若是能请他来，必定能引来人皇笔的信任。你是说，当年鸿蒙道人暂存我们仙门的法宝昊天镜？鸿蒙道人，昊天镜？没错，人皇笔和昊天镜都是当年鸿蒙道人的宝贝。若能请来，定能取得人皇笔的信任。可是这昊天镜时刻伴随老祖左右，我等想请，怕是不易呀。事到如今，唯有一事。叶浩，这是我们仙门最后一次考验，你若是能赢，从此以后，这人皇笔就归你所有。你可敢接？有何不敢？这人皇笔，我拿得正，站得直，无论尔等用何手段，我都接着。昊天镜乃是鸿蒙道人的传承，我绝不能让他落入仙门手中。好小子，够胆！你且等我请来宝物，再与你一决高下。我已经向老祖求得至宝昊天镜，待宝物到来，就是人皇笔一统之时。叶浩，这昊天镜与人皇笔都是鸿蒙道人的至宝，二者相生相惜，若是以此为引，你这人皇笔怕是保不住啊！无妨，鸿蒙至宝便是我的传承，我绝不允许它被仙门玷污。得了吧，叶浩，真以为自己有了鸿蒙圣体就是鸿蒙传人了？哼，鸿蒙道人的传承万年不显，你小子只不过是走了次狗屎运，碰巧开启了鸿蒙圣体罢了，还敢在这里装神弄鬼！我是不是鸿蒙传人，自有昊天镜确认，何须与你多言？没错，他若是敢假冒鸿蒙传人，骗取人皇笔，这昊天镜绝对不会饶了他。鸿蒙至宝昊天镜来了！哈哈哈！此人假冒鸿蒙传人，还请宝贝显灵。神器显灵了，你果真并非鸿蒙传人。怎么回事？我的鸿蒙道人真传，昊天镜怎么会轻易攻击我？叶浩，小心！这昊天镜的攻击有丝丝魔气，这不对劲。昊天镜竟然被魔气污染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叶浩，你假冒鸿蒙传人，骗取人皇笔，罪不可恕！速速交出人皇笔，
先对不留情面。我本念尔等仙门守护九州苍生，给你一丝情面，没想到却与魔道有染，那就休怪我无情了。哼，以后要露出你的真面目了。你伪装成鸿蒙传人，戏耍我等仙人，今日我饶你不得，人宝贝杀人！你好，快走！一笔开天地。啊！鸿蒙至宝昊天镜碎了！这不可能！人皇笔和昊天镜都是同等宝物，而你昊天镜是由混沌仙师亲自操控，怎么可能会被击碎？可恶！难道此子的战力已经超越仙人了不成？他仙人之境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会有如此年轻的仙人？魔道仙门，看来魔尊被封这些年，九州大陆也不安生啊。哎，快看，那什么如此耀眼？好像一面镜子，真是昊天镜！叶浩，你以为你击碎了昊天镜，没想到啊，那只是昊天镜的躯壳。如今真的昊天镜已经出现，你就得死吧！也好，这昊天镜的威压比刚刚强大了不止10倍，我们还是速速退去吧。退？哪退？假冒鸿蒙传人，欺入仙门，就是你柳家护不住他。请昊天镜镇杀此子，扬我仙门之威！这个欺天小贼已经被昊天镜灭杀了。可惜了，毕竟是鸿蒙圣体，若能入我仙门，修行正道，未来必定是一方大能啊！仙人不必联系，此人心胸狭窄，睚眦必报。我早就看出此子心性不良，便将他逐出家门，没想到竟让此子苟活到现在，还惹出这么大的祸端呐！叶家长老大意，我看此子早就该被灭杀，能苟且活到今日，已是天大的恩典了。叶浩死不足惜，只是那人皇笔被那个金光一并吞没，只怕……李家主，您莫要担心，这人皇笔乃是至宝，只等金光消散，我们去将它取回便可。不错，以为言之有理。不过这金光的时间也太长了吧？难道说此子的身体特殊，到现在还没有被抹杀干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好像看到人影了？我也看到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没有人能在昊天镜的攻击之下坚持这么长时间呀！这不可能！好了，不陪你闹了，他们该等齐了。器灵，那是昊天镜的器灵！这怎么可能？昊天镜的器灵怎会与叶浩如此亲近？叶浩，你究竟是使用了何等妖术？妖术？人皇笔、昊天镜本就是鸿蒙传承，他们与我亲近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哼，牙尖嘴利！刚刚昊天镜对你已经发起了攻击，竟是你蛊惑了昊天镜！蛊惑？昊天镜！口筒，怎么可能？这昊天镜怎么会听从他的口令啊？人皇笔认主，昊天镜归附，口筒，你还不懂他是何人？鸿蒙圣体，鸿蒙传人，他真的是鸿蒙道人的传人呐！罢了，这昊天镜、人皇笔都是鸿蒙一脉的传承。唉，我服了。走，光头仙人且慢。你也好，这人皇笔、昊天镜都已经给你了，你还要赶尽杀绝吗？
红瞳仙人不要生气，只是有人看了这么久的戏，你若是不见一见，岂不可惜？是吧？魔尊，他竟然会死！不愧是鸿蒙传人，既然点破我的身份，你们都要死！只需3年，人皇比便可将我灭杀。你们这群蠢货，竟然贪图至宝，将其提前出世，真是可笑！没想到一念之差，竟引来如此恶果。红瞳，你我2人速速联手，诛杀魔尊！好，真杀我！就凭你们2个小仙，可笑！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力量有多强大。魔尊，你被封万年，早已经是风中残烛。我辈修士除魔为道，乃是本分。魔尊，受死吧！无有害术。他怎么会这么强？你们根本就不知道魔道的力量。去死吧！想杀他们，问过我吗？鸿蒙传人，可惜你太年轻了。你若修至大成，我自然敬你3分。可惜了，你刚不过修行20余载，就算你有人皇比昊天镜的加持，也伤不了我。那就试试。叶浩竟然击伤了魔尊！鸿蒙传人，你就这点本事吗？那你不用着急，等我收拾完这2个小仙，就轮到你了。魔尊，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暗部天尊镜确实难办，不过你气息不稳，怕是自身难保了吧？不用你管，只需击杀你便可。不要妄图先礼，你也不出来了。原来是七情体呀，竟然还是未经人事的处子，倒是极好的双修炉点。你找死！柳家主，这半步天尊的柳家主，竟然也不是魔尊的一合之敌。哎呀！魔尊在上，我是叶家大长老，只要您饶我一命，整个叶家愿随您去使啊！这样的软骨头现在少见，不过我有更好的走狗。叶长老，现在下跪怕是有些晚了。宋家，你们竟然早就投靠了魔尊！叶浩，你就算是得了鸿蒙道人的传承，又能如何？鸿蒙道人早已飞升，你现在只是一个空有宝山的废物，你终究还是要跪在我的脚下，摇尾乞怜。宋雨薇，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个趋炎附势的人，没想到你们居然投靠魔族，我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认了吗？那又如何？成王败寇，纵使你资质通天，也终成尘土。而我宋雨薇终将会成为九州大陆的绝代天骄。好了，本尊被封多年，对这里早已厌恶痛绝。仙门仙人，鸿蒙传人，你们就和这里一起陪葬吧。魔尊，说完了，说完了，该去死了。叶浩，我看是疯了吧？魔尊抬手可灭半步天尊，就凭你也配跟魔尊大人谈生死？凡人修道，红尘练心，你便是我正道鸿蒙的机缘。正道鸿蒙，可笑！九州大陆
除了鸿蒙道人，已经几千年没有出现过鸿蒙强者了。你一个20多岁的修士，也敢谈鸿蒙？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我便满足你。鸿蒙圣体现！我有这么叶浩，你的神体不过刚刚觉醒，就算是召唤出来了，又能如何？可笑至极！鸿蒙真气出！你怎么会有这么浓厚的真气？你究竟是什么修为？想知道下辈子吗？鸿蒙之主叶浩，请魔尊赴死！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魔尊被叶浩一掌灭杀了。叶浩竟然有如此修为，我们百般遮辱他，他却以德报怨，这才是真正的大逆啊！叶浩，你给我等着！感谢叶道友救命之恩。这次魔尊脱困，魔族重现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我们还要速速回到仙门去禀报。我们就先告辞了。且慢，二位仙人虽然多多为难我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你们都为仙门着想，并无恶意。叶修于仙门内入魔，此事多有蹊跷，还望二位小心。仙门与我二人有再造之恩，历经此劫，不得不回。多谢叶道友提醒。既然如此，多多保重。你好，我一会儿快要压制不住了，速来柳家救我。柳家主此次如此助我，我必须相帮。家主的业火为何如此迅猛？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有陨落之危呀！家主是以七情神体入的仙道啊，虽然现在已经达到常人7倍的修炼速度，但是意境越高，受到的越火就越重啊。他现在的业火已经达到了天尊级呀！天尊级业火，那岂不是连神仙都难救啊？家主资质甚高，才貌双绝呀，普通男子怎能入他的眼？我已经派人去神医谷，请神医鼓三通，恐怕现在只有他能解这燃眉之急了。水，我要水。快拿水！不可饮水。哎呀，顾神医，您可算来了！我家家主业火迅猛啊，还望您出手救治啊！柳家主之政，如烈火烹油，以水击之，是死之道也呀！还请神医施法救助我家家主啊！人有七情六欲，阴阳交合，此乃天命也。更何况柳家主可是传说中的七情体，此次柳家主业火之事，唯有我以鬼门三蒸封其气血，再以男子精气调和阴阳，方可消除啊！鬼门三蒸，生死人肉白骨，顾神医能习得此术，实乃学究天人呐！还请顾神医快施针，救我家家主性命啊！这下针倒不难，不过这阴阳调和之法，难免有肌肤之亲呐。日后若是柳家主追究起来，那我这……顾神医，您放心，如果家主追究，我肯定为您解释。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下针了。快请。好。七情业火，神仙难救。不过这柳家家主
可是九州大陆第一美人，死之前我也要尝尝鲜。你柳家家主要死了，准备好棺材吧。哼，哪来的小儿，如此无礼！快滚出柳家！叶浩小友，大长老息怒，他是我请来给家主治病的叶浩小友。就凭他为咱们家主治病，刘震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想联合外人拖咱们柳家的基业不成？大长老，话可不能乱说呀！这个世上能救柳家主的只有我，他不行。柳家的路子果然是多呀，就连一个毛头小子都敢为柳家主治病。看来我古三通也不必多留了，告辞。神医留步，神医留步啊！此等小儿有什么本事可以救治我们家主？还望神医快施针呐！请。好。金针风穴，赌不如输。气血逆行，业火重启，神仙难救。大长老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哼！我要是信你，那才有鬼！黄毛小儿不通医术，吴神医乃神医谷掌门人，医术天下无双，懂吗？古神医，快施针啊！一针通幽灵，二针背神经，三针开生火。哎呀，业火已灭，古神医真是手段通天呐！啊！好了，尔等速退，我要为柳家主入送精气。好。三，你个小儿又想干什么？二，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你要是耽误了我给柳家主渡送精气，誓死难出。一，金针反噬，业火焚身，没救了，这下彻底没救了。鬼门三针竟然只封印了业火3秒，还好我没来得及动手，要不然必然引火上身，尸骨无存了。怎么回事？顾神医不是说业火已经熄灭了吗？业火之势如大河奔流，若是区区几根金针便能镇住，那柳家主又何须承受100年焚身之苦？庸医误人，准备后事吧。叶浩小友，请救我家主！刘震，你跪求他干什么？他一个黄头小儿，只知道逞口舌之力。我看他，定是他使了什么手段，才让古神医的手段失灵了。没错，我鬼门三针定生死断阴阳，从未失过手。一定是你这个小子暗中使了什么手段，才使柳家主的业火加重。医者仁心，古三通，你心怀不轨，金针风穴本就是取死之道，与我何干？你满口胡言！柳家主业火非阴阳调和不能解，我以性命相救，却被你如此污蔑。小子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污蔑？顾三通，这些话你还是留着给柳家主解释吧。柳家主业火焚身，神仙难救，如何解释？柳大长老，此乃天命，我已尽力了。天命？修行之人逆天改命，柳家主的命今日我来救。业火烧身，你死定了！刘震，这就是你找来给家主治病的神医，简直是就是狂妄小儿，欲与家主一起赴死，有污家主的名声。不可能，叶浩小友已觉醒了鸿蒙圣体，定能压住家主体内的业火才是。鸿蒙圣体，鸿蒙圣体又能如何？若是同等境界，自然无忧。可柳家主是半步天尊境的强者，这小子怕是未达结丹之境，如此莽撞，活该丢了性命。可惜了，
可惜了。如若早得此子，助其突破，我柳家也不至于有今日之祸呀。现在后悔也晚了呀！你们啊，还是准备给这两人收尸吧。不对，你们看，业火好像有变化。业火在慢慢减弱，我家家主有救了！不可能啊！这小子根骨不会奇怪，怎么可能压制住天尊级的业火？难道他也是天尊境？不可能，这世上怎么有如此年轻的天尊？七情体的业火果然厉害，我的鸿蒙真气也只能暂时压制。若想救他，怕是得另寻他法。小哥哥，我的手软吗？软。小流氓！拜见家主。醒了，真的醒了。古三通，古神医啊！金针定穴，好手段呀！柳家主，在下惭愧啊，是我学艺不精，险些误了家主的性命，还请您家主责罚。责罚？好，那便罚你断去双脚，滚出神医谷，这辈子都不能再回来。柳家主，纵使我失之有误，也不至于如此责罚呀。我虽业火焚身，但神识仍在。你的那点小心思，以为能瞒得过我吗？留你一条性命已是恩赐，还不快滚！六家还有叶浩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我神医谷也不是软骨头。恭喜家主度过业火之难，登临天尊有望啊！度过？你们想简单了，我这身上的业火不过是被暂时压制了而已。不过，你们找来的这小家伙还算不错，下去吧。是。鸿蒙圣体，真是不错的苗子。不过，如果想彻底清除我的病根的话，还需与我双修7日，行阴阳调和之法。柳家主，双修之事还需从长计议。人生苦短，何不及时行乐？柳家主，你的业火我已经暂时压制住了。若是平日，自然是可以的。只是这次我魔气入体，引得业火重燃，唯有此法才能将业火彻底熄灭。可是叶道友是看不上我吗？当然不是，只是我红尘练习，还从未经历过如此之事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情深。情之一字，原本就是世上最难懂的事。叶道友何不知行合一？柳家主，我还是第一次，你轻点儿。叶郎，没事的。我听族中的长老们说，第一次都会快些的，没事的。柳家主，你不用安慰我，我会证明我自己的。可是我的业火还没消呢。那个，我实在是体力不支了，要不明晚再证明。叶郎，柳家主，我实在没有力气了，要不你自己动。没想到双修的好处这么多，鸿蒙子气的确凝实不少。叶郎，该喝汤了。柳家主，昨晚多有得罪，还望见谅。你都已经要了人家的身子，何必叫得那么生分呢？叫我如烟就好。而且这业火只是刚开始，接下来真正难熬的是七情。七情？所谓七情，乃是喜、怒、哀、乐、怨、憎、恶。接下来的7日里，我会被7种情绪所主导，只有将7种情绪全部压制，才能助我突破。难道？没错，接下来的7日里，都需要夜郎与我双修，才能平复七情。而且
夜郎也会因此获得莫大的好处。世间神体也唯有与七情体双修，才能得到这样的好处。夜郎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只是这7天，我实在是有心无力。没关系的，夜郎，你看，这是我专门吩咐下人为你做的蛮牛烈虎汤，喝了它，保你精力充沛。7天，二弟，你挺住啊！我与那小绿茶可不一样，你小子拿了我的好处就得好好伺候我，不然把你命根子给你斩。这仙哥转的这么快吗？只是这到底是哪种性格啊？如烟，你这身装扮还挺好看的。如烟的叫的还挺亲啊，不过我还是更喜欢你叫我家主大人。家主大人，不错，你小子挺上道的嘛。我看你小子精力充沛，灵力充盈，想必昨天晚上的双修你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吧？家主大人说的不错，我的鸿蒙紫气的确凝练了不少。七情体不仅是世间少有的顶级神体，也是双修提升的绝佳圣品。本家主守身如玉这么多年，没想到到头来却让你小子占了便宜。还是家主大人慧眼识珠，我才能有此福分呐。来，绑了我。家主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昨夜你玩的那么开心，今天该我玩了。我去，之前看李如烟也是落落大方、雍容优雅，没想到性格一变，不是这么滑。小子，你想什么呢？赶紧绑！今天这事儿你如果敢说出去，舌头给你割了。好，家主大人，这就来。家主大人，我的技术如何呀？还说你未经人事，看你这手法，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姑娘。家主大人误会了，我这是在家里帮着杀过年猪，都是用这种绑法，我绑着习惯就用了。什么？你敢说本家主是猪？我砍了你！家主大人，莫要挣扎，这叫猪蹄扣，越挣扎越紧啊！好疼！我帮你解开了。不用，就这样。好，只是我不明白为何家主大人有这样的喜好呢？你不懂，这是艺术。去，把床下的东西拿上来。啊？床下还有东西？家主大人，这……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来吧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家主大人，一天了，让我休息会儿吧。好啊，那咱们就换换角色，让你也享受享受。别打了，受不了了。夜郎为何叫得如此生疏？是嫌弃奴家了吗？啊？过去了吗？这是另一种性格。也是，是人都会厌倦，更何况我年龄大你那么多，做你祖母都够了。我这性子就应该被业火烧死，何必再玷污了夜郎的清白？不是，家主，如烟姑娘，只是昨晚的双修太过难忘了，我一时间没有转变过来情绪。夜郎对昨夜之事那么难忘，想必定是不喜欢我了，我就不应该出来的。不是如烟，怎么会呢？不管你什么样的性格，我都喜欢，你不用担心。当真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如今天色尚早，夜郎不如再与我双修一次。如烟，你我昨天已经折腾了一夜，这业火已经熄灭了不少了，你就让我歇歇。你果然还是嫌弃奴家，奴家只是害怕业火来得太凶猛，说不准何时就灼烧而死。夜郎，你不如就和我双修一次，不然
我心里不踏实。可是，你我已经双休了一整夜了呀！可是仍然有业火失控的概率啊！只要不是有十足的把握，我的心就慌得很。不信你摸摸。没有更坏的地，只有累死的牛啊！夜郎，啊，如烟，已经4次了，就算是头驴，也该喂点草料了吧？可是夜郎，你莫要离开奴家的视线，奴家要是看不到你，心里就不安得很。好。哎，夜郎，没事，一时没站稳而已。夜郎，要不还是回床上躺着吧，我担心。如烟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有鸿蒙紫气，很快就能恢复的。那倒不是，奴家是害怕，万一你摔死了，就没人与我双休了。好，还是你稳健。哎，那有些凉了吧？我再吩咐下人送些新的过来。无妨，这蛮牛烈虎汤果然是大补之物啊！我突然感觉好多了。那太好了，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再来一次。哎，如烟，你我这般太过无趣了。我这儿有些新玩意儿，要不要试试？这夜郎，这是何物？这是凡俗间的玩意儿，听说可以增加双休的成功率，你快穿上试试。可是这衣服太过奇怪，我怕。你要是不穿，我便不与你双休。你就不怕业火吗？穿不穿？好吧，我穿。夜郎，这身衣服未免也太薄了，什么都挡不住。遮不住，要的就是遮不住呀。好，如烟，这衣服太适合你了。默默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如烟，你真是太美了。那不如我们休到天荒地老，海枯石烂。你的腰，哎，无妨。好男人正当奋斗时，不要在意那么些细节嘛。嘿。大长老，你竟敢勾结魔君，背叛叶家！背叛？叶战天，你那个废物儿子，害得叶家无法晋升仙道世家，又毁了修儿的根基，使我叶家晋升无望。你才是叶家的罪人！你早就知道浩儿是被诬陷的，知道如何？不知道又如何？如今仙道不显，魔道入世，这是我叶家最后的机会。哼！魔尊已被浩儿击杀，你等魔修，早晚会被屠戮干净。叶家主，你知道不少啊。拜见圣女。宋雨薇，枉我叶家对你百般呵护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个数典忘举的魔修。叶家主，成王败寇何须多言？本来我培养叶修就是想给你叶家一个机会，可是没想到叶浩那小子居然没死，还得了鸿蒙传承，险些坏了我的大事。此乃天命，我家浩儿必将带着仙道之人将你等铲除干净。铲除干净，叶家主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！不过你应该庆幸叶浩是你的儿子，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你说什么？有了你，我才能逼叶浩就范。我能夺叶浩一次心头血，就能夺他2次、3次、无数次。我要让他知道，他叶浩这一辈子都只配活在我的阴影里。宋云，别做梦了！当年是我把叶浩逐出了叶家，他对我恨之入骨，岂会为我赴死？当年之事是你们的阴谋，却阴差阳错铸成此果，你们没想到吧？你没资格，可他呢？把人带上来。
叶老，你还好吗？没事儿，就是连续几天有点累。你的业火已经被压制住了，叶老，你可以好好休息几日了。家主，叶小友不好了！进来。家主，叶小友不好了，魔修入侵叶家，放话出来，要鸿蒙圣体叶浩出来一剑，否则杀其父母。魔尊已死，魔族为何还如此猖狂？居然还敢寻你，这必定是有阴谋。无妨，该来的迟早会来。这次正好一网打尽，将魔族问题彻底解决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不必，你业火未灭，万一魔气侵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一个人去就够了。那你路上小心点。皇儿，怎么回事？天，对不起，你们这群混蛋，居然对一个好有修为的女人下手！叶战天，你自以为做得很隐秘，但殊不知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从你暗中派人把苏婉送出府之时，我便知道。叶战天，你没资格让叶浩赴死，那他的生母可有资格？他叶浩可愿背负弃父弑母之名，苟活于世？宋雨薇、叶雄都受我叶家恩惠，何至于赶尽杀绝？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诮。你们一家的死，将使我整个叶家投靠魔道麾下最好的投名状。认命吧！你们妄想用我的生命威胁浩儿，做梦！将他二人严加看管，只等叶浩自投罗网。不用等了，给我上！宋雨薇，我当初留你一命，没想到你喜欢自己寻死啊！叶浩，我果真没有看错你，不愧是鸿蒙的传人，重情重义。我也没有看错你啊，蛇蝎心肠，用心歹毒，不愧是入魔的最佳人选。魔道圣女，你魔道魔尊已经被我一掌击毙，你不躲在阴暗角落里默默等死，还敢出来叫嚣，倒是令我意外啊！哼，魔尊死了又如何？那是他该死。谁说我去镇魔渊是为了拯救魔尊？我正是为了诛杀他而去，而你正好帮了我一个大忙啊！魔道修士竟然要诛杀魔尊？没错，告诉你又有何妨？其实我魔修早就已经有了新任魔圣，可是他魔尊不死，新任魔圣永远都无法继承，所以那个被鸿蒙道人镇杀了1000年的废物魔尊，早就该死了。魔圣，哼，我能诛杀魔尊，区魔圣，我照样弹手间诛灭。猖狂！魔尊被封万年，已经是风中残石。你用人皇笔和昊天镜杀了魔尊，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，还真以为自己有能力能对抗魔尊？哼，可笑！叶浩，我此次前来就是给你一个要活命的机会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活命的机会，我倒要听听，你魔道能给我什么？魔圣有令，只要你肯献出鸿蒙精血，便可饶你，而且还可以封你为魔道圣子。待我魔道一统9州之日，你便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一统9州，哼，真是可笑啊！就算我叶浩不在，9州上有仙门庇佑，你真当9道仙门是你捏的不成？叶浩啊叶浩，亏我之前还一直都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可是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愚蠢，竟然还妄想着把希望寄托在仙门的身上。我魔修此次入你叶家，仙门可有反应？没错，仙门现在已经自顾不暇，迟早有一天会沦为我魔道的教团。不可能！仙门有9道天尊坐镇，岂能让你们这些魔道小小作乱？叶战天，做人要识时务。魔道一统9幽已是大势所趋，
诺言自负。叶战天，你可是叶家的家主，难道就不为叶家的以后考虑吗？快让你的逆子现出惊险，否则绝不轻饶。叶浩，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，考虑的怎么样？入魔道，做魔子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的确不错，但是我拒绝。我叶浩乃是鸿蒙传人，人族子弟，除魔卫道乃是本分。宋雨薇，这世上并非只有权力欲望，亦有正道沧桑。我叶浩在世一日，你魔族便不得猖狂。纵使你们躲入幽冥地府，我亦要将尔等邪修诛杀干净。好，好一个正道沧桑！既然你不愿意献出心头魂血，那就休怪我无情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何等手段。宋雨薇，你要干嘛？你这个叶家的家主，虽说确实是废物了点儿，但是说到底也是叶浩的生父，血浓于水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叶浩，这招也应该不陌生吧？血脉牵引，万脉归根，引！你竟然想用我的血脉引出浩儿的真血！你们魔教真是恶毒至极！叶战天，你应该庆幸你此时此刻对我还有点用，要不然你早就已经是具尸体了。叶浩，放弃抵抗，否则你的父亲就会死在你的手上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一个弑父的罪人。浩儿休要顾忌我，快铲除魔道，一争天干！闭嘴！坏了魔圣大事，我叶家也要跟着遭殃的。叶浩，还不放弃抵抗？父亲，浩儿不可！既然你母亲已经安全，你若是献出真血，魔圣将再无敌手，这九州大陆将生灵涂炭呀！父亲，你虽可tội于我，但你我必有血脉之亲，浩儿难以割舍。这血脉之力，该要便要了，我又怎能看你因我而死啊？浩儿，爹对不起你呀！好一段父子情深啊！放心，待我魔道一统九州之日，你叶家也会风风光光的。到时候我魔道会记住你今日的功劳。魔道一统九州，做梦！浩儿，爹对你太过于严苛，以至于你母子受尽苦难。今日，爹便赎罪了。战天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要让你知道，我们叶家也有不向魔道低头的硬骨头。浩儿，照顾好你母亲，父亲不可。真是可恶！我们叶家怎么出了这个孽种？孽种！我爹为叶家保留了最后一丝颜面，在大长老眼中就是孽种吗？救我！是你救我！大长老，你可知错？知错？我何错之有啊！错的是你们，是你们不识时务。魔道一统九州，这是大势所趋。我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叶家呀！冥顽不灵，就算魔道能一统九州，你也看不到。叶浩，你爹死了，你叶家大长老也死了，难道你就不怕你叶家绝后吗？叶雄投靠魔族，出卖家主，根本不配做我叶家门人。诛杀他，我叶家才有长存的希望。哼，你倒是很有魄力啊。宋雨薇，我比较好奇，你还有什么胆量敢站在这儿？叶浩，其实我真的很欣赏你，被我亲手夺了心头魂血，还能不死，而且还有了如今的修为，恐怕也是经历了常人不能忍受之苦吧。其实你我是一类人，如果你肯投靠魔圣，
我以性命担保，日后你必将登顶这九州大陆。你我携手再续前缘，可好？如果你的底牌只有这些，那你就可以去死了。你果真是无情，难不成你真的以为我就只是一个花瓶，任你拿捏了吗？难道你以为我当初夺你婚玺，只是为了掌控叶修？金仙尾呀，怎么可能？叶浩，我是真的要感谢你。若不是你击杀了魔尊，我还真的要费一番功夫。你们真的以为我只是天平的青莲体吗？你们都错了！我天生受魔道庇佑，无需混元珠就觉醒了身体异象。我可以随时感受到周围强大的血脉之力，只需吸收一丝血脉，就可以转化为我自己的力量。万古天尊的威压。没错，你当初击杀了魔尊，我便吸收了他一丝血脉之力，就晋升了半步天尊。叶浩，交出你的一丝血脉之力吧，我必将晋升天尊。天生魔道，吞噬而生。宋雨薇，你的晋升之路还真是白骨累累啊！我今日杀你，是你罪有应得。一将终成万骨，哪位天尊不是踏着累累白骨而生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动手吧！叶浩，这是你自找的，吞天噬地！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可能完全动用人皇笔的力量？宋雨薇，你不会以为我诛杀魔尊靠的是运气吧？魔尊镇压之地有鸿蒙大阵，你借用人皇笔和昊天镜击杀魔尊易如反掌，不必装腔作势。恐怕你是动用了本源之力，只能有此一击了吧？好，那我便用实力让你臣服。修天实地风雷动，同体无力，我罪。这股威压远超天尊之境。宋雨薇，你只知夺我心头之血，只知我得了机缘，却不知我枯坐洞中，努力修炼10000年，只为变得更强。什么？你是说你修行了10000年？你只知我得了鸿蒙圣体，却不知我只差一步便正道鸿蒙。你等天尊，在我眼中如同草芥。哼，正道鸿蒙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天尊境是九州大陆的最高境界，什么正道，什么鸿蒙，你这是在胡扯！一叶障目，不识泰山。宋雨薇，你夺我心头之血，我灭你修魔之路，此乃因果，休怪天命。不，你不能这样！人皇笔，住口！看了这么久的戏，累了吧，魔圣大人？不累，如此精彩的对弈，我怎么会累呢？不愧是鸿蒙传人啊！我仅凭天机窥探，就被你找到了藏身之处，令人赞叹啊！执棋者观棋不语，落步者行色匆匆。宋雨薇也只怕是魔圣大人的一颗棋子吧？天生魔道必有，我是不信的。不错，叶浩，你真的很聪明。宋雨薇只是我的一枚棋子，一枚帮我聚气魔气的棋子罢了。他每吸收一次血脉之力，魔道的势力便会大上一分。像这样的棋子，我在九州大陆可不止一枚。不止一枚？那岂不是说你手下还有诸多天尊境藏着？晋升天尊哪有那么容易啊？魔道修士本就为天道所不容，稍有不慎便会遭到天罚，化为飞灰。宋雨薇有自己的机缘，能够吸收上一代魔尊的血脉之力，确实让我意外。意外？魔圣大人这就谦虚了，只怕这也是你落子的遗故吧？宋雨薇
只有吸收了魔尊的血脉之力，你才能壮大到和天道抗衡，行走于世间吧。叶浩道友，知道的太多，有时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无妨，反正我也是要除掉你的。叶浩，你好大的口气，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强大。你的强大，在我面前不过是一个笑话，是吧？魔圣，或者叫你九道天尊。叶浩，我承认，我是小看你了。怎么，我的形象与叶浩道友所想的可有些不同？谁又能想到，嗜杀如命的魔尊与正道魁首九道天尊同为一人啊！魔也罢，仙也罢，都只是世人的叫法罢了。世人皆知，修仙者除魔卫道，却不知修仙者中亦有贪图名利之辈，欺压良善之徒。世人皆说修魔者嗜杀无道，却不知人性本恶。魔修之名，只不过是放大了他们的恶念罢了。天尊所言极是，善恶一念之间，事在人为。哦，叶浩道友可与我的想法相同？没错，只是不知仙门崆峒、天母两位仙人，天尊如何处置啊？此二人被声名所累，只言除魔卫道，却未有叶浩道友这般高见。不知从何处得知老夫已入魔道，被老夫送入轮回，重修业果去了。二人皆为良善之辈，立仙门威严，守九州平安。天尊所言，善恶一念之间，却抬手诛灭良善，是否有些心口不一啊？你无需与我争辩，我处事有自己的道理。天尊修仙法而得道，立仙门护九州，乃是仙道魁首，为何说仙道魁首？叶浩道友可知，长生有时候也是一种寂寞。我无敌太久了，久到忘记了时间，久到忘记了岁月，直到我看到了希望。希望？没错，超脱的希望，超越了天尊的希望，那便是正道鸿蒙。叶浩，你太幸运了。世人皆以天尊为修行目标，只有你我才知道正道鸿蒙为超脱之道。你机缘所致，20多岁就知道了，而我枯坐万年才知道，正道鸿蒙需要鸿蒙之种，而鸿蒙道人那个老东西，早就带着鸿蒙之种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了，而我们只不过是被锁在笼中的蝼蚁罢了。于是我画出一道分身，替我行走九州，收集血脉之力。道心众魔，你是想以魔道为基，绕开鸿蒙之种，以求超脱？没错，魔道让我看到了希望，超脱的希望。我躲入仙门闭关，以躲避天道的纠缠。我落下棋子，替我壮大魔道之力，时机一到，我便可超脱以魔正道。可是鸿蒙道人那个老东西又出现了，他把我的分身锁在了镇魔渊，令我功亏一篑。以魔正道，堂堂天尊竟然想以魔正道？是啊，以魔入道真是可笑，那是因为他太慢了。我近乎绝望，直到我遇到了你，鸿蒙传人。我若是得到了鸿蒙传承，便可正道飞升。所以叶浩，拿出来吧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你刚刚就是把你的母亲收入在这个玉佩之中，洞天宝贝。哈哈哈哈！我苦寻千年都找不到的鸿蒙洞府，原来在一个洞天宝贝之内。叶浩，
将玉佩交给我。我若得到鸿蒙传承，正道飞升，你便是天门之主，你便是这方世界的至强者。天尊，你入魔了。我知道，善恶一念之间，事在人为。是仙是魔又有何妨？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天尊，人性本恶，逆非良善。若得鸿蒙传承，九州大陆必将生灵涂炭。叶浩，和你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是要自己找死。请天尊赐教。叶浩，我知道你已步入正道之境，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吗？邪不压正，天尊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出来。好，封神大阵，起。阵法，没错，此阵法能封印你的鸿蒙紫气和鸿蒙法相，而且你我只能以同境界的实力交手。纵使你天资超凡，难道还抵得过我万年苦修不成？宋雨薇说的没错，承天尊位，谁脚下不是白骨白癌？岂是你这种空座修行的废物能干？封神大阵，魔气拥有，看来布这大阵，天尊付出不小的代价吧？区几万条人命而已，这九州大陆想我万年庇佑，付出这些微不足道。万条人命，在你眼里便微不足道吧？凡人性命不过100年，如同蝼蚁，能为本仙尊献身，是他们的荣幸。叶浩，受死吧！天尊，我最后再叫你一声，利欲熏心枉为天，嗜杀成性何谈尊？今日我叶浩代天诛魔！叶浩，笑话！没有了修为碾压，没有了鸿蒙真气庇佑，你还有什么胜算？受死吧！九道魔掌！这怎么可能啊！没有了鸿蒙真气，没有了鸿蒙法相，竟还有如此战力！想知道下辈子吧？仙路尽头谁为峰？一剑鸿蒙，道成空。怎么可能？以我同等修为，凭什么胜我？邪不压正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从你入魔开始，你便被天道厌弃。你的所有功法都只是表面功夫，而我的功法都具有人间信仰之力，所以你必败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道心中魔，魔道双修，实力通天，怎么可能输给你？九道，你知道鸿蒙道人为何当初没有灭杀魔尊，而是镇压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是鸿蒙道人给你的机缘，你并未把握住。机缘？不可能！鸿蒙那个老东西早就抛弃我们了，留我枯坐万年。机缘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凡人修道，红尘问心。九道，你问过自己的道心吗？凡人修道，红尘问心。红尘问心。鸿蒙道人是想让你亲自灭杀魔尊，地入诱惑，保持本心，从而斩三尸正道。可惜啊，一念之差，遗憾终生。保持本心，本心，我的本心何在啊？何在啊？我悟了。红尘修道，勿失本心。我正道的机缘到了。